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8月的第一个周末，全国的飞盘爱好者齐聚台中，来共襄盛举113年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6日2天哦，我们在台中市北屯多功能草皮运动场安排了3个场地，然后多达10组以上的队伍，大家这样轮番来比较，终于来到了周日最后一场的压轴赛事，是公开组的冠军之争。和刚才稍早结束的青少年组一样，都是来自桃园跟台中的这2个地区，要来争夺冠军的荣誉。桃园是近几年
飞盘发展非常活跃跟蓬勃的地区，包含他们在基层的培养，还有俱乐部的风气，以及大专院校各方面的承接，从基层到社会哦，其实串联得很好。而台中这边同样状况也是不错，尤其是这个场地是他们平常训练的很熟悉的部分，所以是拥有一定的地主优势。相信今天在台中的比赛，选手们的亲朋好友也都来到了现场场地啊，来帮他们加油打气。所以呢，这场大战即将一触即发。黄衫军是桃园市，然后穿着深蓝色球衣的台中市，两边谁能把这个公开组的冠军给带回家呢？稍后我们马上就要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好，目前比赛开始了哦。这场比赛一样是打80分钟，对，15分制。刚才我们看到小球员已经打到都有点快不行了。对，那我相信在这个公开组这边，因为选手们已经是更成熟，然后他们比较能够 handle 80分钟的赛程。是我们看到的场上，他们拆完盘之后是由桃园市先防守，台中市进攻。第一分是4个女生，3个男生。我们场上看到选手有桃园市有罗胜燕、吴木爱、王君宏、范怡如、苏玉云以及黄金。台中市这边是尤胜博、季轩宇、邱子云、林俊伟、周怡君以及林宗恒，也都是在前面几场比赛我们经常有念到名字的选手，因为包含得分的要点啊，包含攻防两端，都是给人留下印象的深刻。哦，很快哦，第一分桃园就已经被防守 break， 台中市拿下第一分，目前比数1比0。看一下这边打一个假动作之后，发现从下面冲上来的队友很及时的把飞盘给送出，完成了这一次得分。好，我们看到场边只要一得分之后，台中市的选手都聚集在一起哦，互相加油打气，补充水分。对，从早上的8点钟到现在已经3点22了。对，其实非常的炎热，体力流失也有一些，但是经过刚刚1个多小时的休息，相信所有公开组的选手已经恢复到自己应有的体力水准。看这场比赛，冠军是可以奖落谁家？好，第一分4个女生之后呢，第2分跟第3分就回到4个男生、3位女生的组合。哇！而且冠军争场边的，不管是自己的队友还是观众，也都比较兴奋。好，台中这边由7号林宗恒负责开盘。刚好停在边界的位置。好，现在台中市来个区域联防。区域联防。哎呦，看看桃园怎么来破解他们的区域联防哈。桃园市目前摆上了4个控盘哦。对。后排3个加上前方还有2个，他们的也是用多人的传导来破解对方的区域联防。完全不急躁。我们提到区域联防是希望进攻方可以有些长传或是大脚的传盘，导致一些失误啊。可是看起来桃园是不愧是进入冠军战的队伍，对他们非常的沉着，没有错。你要我长传，我就在这边慢慢的短传，去跟你消耗。哇，在混乱中短距离的塞给队友，这个一定是要默契非常好才能做出这样的配合。其实看到桃园跟台中市的区域联防都会派出一个比较高大的男生进行做 marker 防守持盘者的部分。现在台中市由背号7号的队长尤胜博进行做 marker 防守，因为他手长脚长的，可以很容易去干扰到持盘者的视线。非常有耐心的传导。吴木爱把转移到郭辅君这边前面，继续找人。我看到桃园的底线其实有埋伏了1位女选手，可是他们也是不急不徐哦。不急的一片就要得分，因为
台中市的后防也有高大男生在做协防，是非常漂亮。这是我们转播这2天看到很少见一个盘保持这个盘权活这么久的情况下，不疾不徐的传导，然后最后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完成了一次很稳定的输出。是，不愧是公开组决赛的2支队伍啊。对。好，如果说刚才台中的第1分是用快杀个措手不及，那桃园的这1分就完全是凭借他们组织的熟练度，稳扎稳打，然后去破解掉对方的区域联防之后呢，用耐性找到机会完成的得分。现在双方是1比1，这场比赛果然是有看头啊。上下半场各40分钟的时间，每一支队伍有2次暂停，75秒。时间比较长，所以队伍上也可能也要讨论一下，什么时间点喊出暂停是最有利的。是，如果我在前面领先的优势，然后我下半场还有2次暂停，我可不可以2个暂停连喊？75加75，可以的。哇，那就很精彩了。是。好，这边往前开。非常漂亮的开盘，然后背号70号苏廷义。来看起来桃园市也是用相同的招数来对付台中市，一样是区域防守哦。看一下双方对于区域的破解，哪边技高一筹？哎呦，因为第1分台中市打得非常快，所以透过区域防守其实是可以压缓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个颠倒盘，桃园的区域其实是有点压迫到台中的进攻哦，一直把盘线一直往后，压到边线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尽可能的回到中间，让盘可以活下去。突破了，也是沉着，没有急于往前送，一样是寻求整体队形的整体推进啊。哦哟，这边尝试做一个冒险的抄截。好，这边短距离的人员对传。好，我们看到台中大军压境，现在来到对方后场的位置了。哇哦，这个滑铲还是在林家峰的手上，没有问题。场边的队友不断的提醒，几个 fake， 哇，这边，哇，这里前面有人在偷跑了。好，选择先传导一下，来到精神队长罗胜彦的手上。苏廷义找到了王君宏，前面在要盘，一个大脚的长传，来看一下罗胜彦没有问题。这一次罗胜彦拿下了，没问题。而且没有被撞到，对，一个反手的 fake 之后，一个大脚的 outside in，找到了罗胜彦，没有问题。背号60号的罗胜彦是桃园市的精神队长。好，现在桃园是2比1领先哦。2边都是透过区域联防来想办法的降低进攻的速度。我看看这一片，如果说桃园还是用区域的话，台中市可不可以有机会破解？而且发现这3分哦，除了第1分这个电光火石的得分之外，另外2分都是两边透过很绵密的传球网，然后慢慢推进，非常扎实的拿下的分数。是看得到双方的传盘能力都是控制的非常的好。对。好，4女3男的布阵，我们来看一下台中市这次的进攻。哇，这个开盘是开得非常漂亮。回到了人盯人的防守。张伟超持盘，
找到黄湘婷，对，黄湘婷再把它送到严博弈的手上，回传。我昨天看那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下面的留言哦，看到说我好想看严博弈比赛哦，哦，严博弈这就来了。所以严博弈是有粉丝群的哦。哇，这里被破坏掉了。好，这一个大角度往前给，有没有机有会？没有机会呢？哇，还是飞出去了。不过追赶的很用力的是2号的吕奇俊。哇，吕奇俊也是一路狂奔啊！我听到旁边的观众说，现在有镜头扑了就有镜头啊，很懂、啊，差一点点呢、大家很懂。你看，他完全就是他是先跑再回去确认飞盘的位置。是我们大概都建议选手先走，因为飞盘的速度一定是比人快的。先跑了之后回头看1秒，就知道飞盘的大概落点会落在哪边了。而且他也很知道，他这样跑，他的队友会给他有所呼应，所以他完全没有犹豫就往前冲。是，好，这里走一个角度，哇，可惜不够大。这么前点的张维乔就没有机会哈。好，现在双方再确认一下出界点的位置。好。原本观察员是说是在前面的出界，但是张维乔告知他说有进来，是落地之后才弹出界的。嘿嘿，来，我们透过重播来看一下，是不是在界内才出去的呢？哦，压在，我感觉是在线啦，打在线上。哦，如果是在线上的话，就是直接在界外了。算界外。对，我们的线上是等同于界外。所以你落地如果踩在线上也是界外。是。我就在一个长传，还是有点勉强。哇，非常准啊！对，打到旁边的水壶了。哎，奇怪，怎么这一波会忽然想杀一个长传盘呢？选手的年纪比较年轻，可能相对热血在打冠军赛。2次的尝试都没有很好的结果，可能需要再思考一下，如果还有进攻机会，该怎么样做进行比较好。对。你看这边直接送，哇，非常准确！哇，看打到谁？哇，2个保龄球倒2只，是。好，在右路，好，连续在右路哦，这边的张维乔，看一下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好，先做一个回撤，转移到左边。哎呦，漂亮！一个低角度的平传，找到了前方的队友，77号的苏玉云。王琦更正，不好意思，是王琦选手拿下了这1分。是刚刚传盘的是背号98号的黄湘婷哦，这2个默契相当的好。2位也都是我们中华代表队的女子组的选手。目前2比2，其实桃园市是有机会拉开领先的分数，可是2次的长传都没有得分，导致这个盘权回到了台中市的手上，让台中市可以把分数追进。目前2比2平手。哇，这场冠军战真的是好看哦！双方用不同的战术，然后包含对机遇战的把控度，打出了很多意料之外，应该说意料之内跟惊喜之外的分数，我们都能看到。比赛即将迈入第15分钟，双方现在是2比2的持平状态。我们看台中市场边的，不管是青少年以及公开组的选手，都在帮忙场边加油啊！我们看到魏世杰持盘一个长传，要找队友。
得分是背号30号杨长俊。感觉桃园这边的状况开始打开了。对，长俊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哦。对，虽然刚才接盘的时候有被影响到一点点，但是无伤大雅。因为这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组慢慢的打起来，所以两个默契是相当的好。包含每一个得分之后，教练团也都会在旁边上来做提醒跟下一个 play 的一些指导，因为这场比赛要进行80分钟啊，所以每一个 play 都可以去及时的下达指令。好，我们看到目前持盘的是背号6号王君宏，也是青少年组的教练。所以刚才指导完小球员，现在自己要上场了。是，刚刚场边的队友们还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哇，这个开盘非常漂亮，可惜弹了出界，所以持盘者会拿到了得分线的角落进行开始。如果直接停在那边的话，哇，那是太神，真的太神了，神开盘，直接停留在边边角角的最极致的边边角角。哇，这个高空的接盘。好，台中选手跑位这里发生了失误，黄金的干扰，顺利的影响到了台中市选手的接盘。来看一下，这里给了钱，哇，顺手一拍，哇，一个攻守转换之后，桃园是拿到这一分。对，因为这一分就完全是靠着黄金的防守之后，让队友在推进的空间上省了很多的事情，马上透过这个从后方往前跟进的队友，他做一个短抛传，就马上可以完成了得分。我刚刚传盘的是背号3号吴木爱，传给了背号71号苏廷义。这两位俱乐部也是打同一支队伍 ，Wisby Nation。对 ，Wisby Nation， 我们的威力教练也非常熟悉啊。是，他们是2011年成立的，到现在11年成立的，到现在也超13年的时间， 13个年头了。对。这支俱乐部的风气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气？其实俱乐部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就像各个县市队伍一样，对，有些是比较活泼的，对，有些是比较严谨的这样子。那 Wisby 的话是属于比较两者兼具，有的时候会有点严肃，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很放宽心的来玩这样子。Okay. 因为 Wisby 他们当时在组混合组的时候，会希望的是到国外去参加一些比赛，所以到国外，我们代表就是台湾出去嘛，对，所以也希望可以拿到一些好成绩这样子。有点像当兵的时候，我们班长老师跟我们说，外表严肃，内心轻松这样的感觉吗？但当兵的时候，怎么可能内心轻松呢？对，对啊，班长跟排长他们都很爱讲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台东市这一片的进攻。张伟朝一个长传，哇！这一次有成功的达到 end zone， 找到了非常多粉丝的背号78号严博义。哇，姜还是老的辣，这个长传虽然在边线，对，很多人都是在边线，你一传有可能会出界的问题。可是张维乔选手就是很顺利的把盘子传到自己的队友手上，拿下这一分呢。是的，严博义也是在我们中华民国飞盘协会这个直播专业里面呢，还特别有网友跑来留言说想看他的表现，所以不知道是他本人安排的暗装呢，还是真的就是粉丝蛮多的。好，比赛时间即将迈入到第20分钟了，现在双方依旧是紧咬，只有1分差。我们看到现在
收看直播的有一位郭小志，他说盛博教练加油，台中市加油哦。所以相信蛮多的亲朋好友在线上都有在观看我们的比赛，我们一起为两队加油。对，那也多多帮协会的脸书专页按赞分享，是对，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协会常常会分享这个飞盘的各种赛事跟资讯。好，这边在送出之前起了争议，所以回到上一洞。桃园这一波的进攻已经非常靠近得分区了。黄金在解释刚才他理解的状况。好，双方确认清楚之后没有问题，就会进行比赛开始哦。哎，这种短丢盘，我看了都有一点抖，有点紧张。对，其实看起来短盘的距离比较短，比较好处理，但其实是它的细腻度是需要非常高的。是啊，有时候飞盘是用抛的，就变成说它在空气中那个力学就跟它平常在空中旋转的不太一样。对，抖抖的看起来。好，我们看这一片背号20号郭福军传给了背号87号的黄军，得下了桃园市的这一分。对，没错，他跟黄金的配合度很够，他等了一拍，没有在第一拍时间出手，等黄金再往边线的角度去绕的时候，身位拉开了，他才送盘，非常经验老道的处理。是，两支队伍都有一些资深的选手在队伍当中哦，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桃园市是家有三老啊。有郭福军，有王君宏以及苏廷义三位比较资深的选手带领着这些小选手们持续的前进。那台中市这边有盛博教练，背号7号的队长尤盛博，也是台中市的中流砥柱。目前桃园市放上场的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哦，刚刚这批选手也是在守下来转换快攻的时候有一些的传盘瑕疵，看这一片是否可以守下来之后可以有比较好的进攻机会。那也希望台中市这一片可以顺利的拿下分数，把分数再追进1分。来，我们看这一片，台中这边会怎么来做布局？哇，一个接盘的小瑕疵哦，对，传的也比较低一些，没错。好，这边喊出了暂停，在第23分钟啊，先把上半场的第一个暂停用掉，因为目前有2分的领先，然后可能或许在战术上跟教练可以来做一个协调，看距离上半场我们要打40分钟啊，所以大概还有17、18分钟左右的时间，怎么维持优势？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两边的队伍虽然非常近，但有跟主播分享到，旁边的选手都会帮忙拍手干扰一下，避免被听到战术的部署哦。我刚刚在透过镜头看到郭福军，他已经站到别人的队伍里面，是怎么回事？哇哦，这个由他被台中市仲天教练发现了。有点类似 NBA 的 Rondo， 会偷去听人家教练的战术。郭福军又站过去了，相当有趣啊！听一下，听一下，好，他回来了。会不会都在偷听，然后自己家的战术没听到？也有可能。可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部署都会在场上的7位选手，是啊，所以如果他没有在场上的话，没有听到，可能也还好。对啦，他也可能是去担任一下气氛组。是我们看到他已经慢慢的走下去了。好，短暂的暂停之后回来，盘权是由桃园市这边来掌控，因为已经是2天赛程的最后一场压轴赛了。其实场边也陆陆续续围住了其他
已经结束比赛的其他队伍们来欣赏冠军之争的精彩程度。透过选手们的表现，我觉得也是教学比较。哎呀，这个丢得太前面了。哎，前面有一个犯规的产生，这里还出了一个扣。我们都会建议所有的选手们，如果你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可能你没有进到最后的冠军战，但还是可以留下来欣赏这个高强度的比赛。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台湾的比较顶级的选手，他们的战术跑位及传盘能力有什么样是可以自己多学习的部分。还有这个冠军队的细节啊，相信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好，这里我们辛苦的观察员老师上来协调完之后呢，盘旋这边是回到了桃园市的手上。44号的赵义礼来当 handler， 看一下他的这一次控盘。哦，赵义礼也是比较年轻的选手哦。我们看他这次处理盘是不是可以比较的细腻？哎呦喂呀！哇，又发生了一个接盘的小瑕疵。传接之间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哦，所以就被对方给拿到了进攻权。好，在一个传盘导传的一个上线。这边打一个2人配合，好，传导到中距离，这边切换到弱边。哇，台中是打得非常的快哦，有一个身体的接触，喊出了犯规。好，桃园市的选手背号42号的范怡如也承认这次的犯规哦，所以秒数归零。好，节奏稍微缓一拍，这边有了，跟刚才有点相似。这一次啊，找到了队友。好，又靠了队长尤胜博一个巧妙的传盘。不错，两边都有差不多相似的得分。刚才我记得在桃园这边哦，也有一个很类似，就是中间的持盘手他先缓一拍，然后等跑者 Cutter 往左边切了之后，他再送盘。是，对，刚才台中这边也还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模式。上一场比赛在青少年的比赛就发现，就是看到队友跑了，他第一时间就想要出手了。啊，我们在公开组看得出来，细腻度更加的卓越一些。没错。我觉得也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表现吧。小选手可能比较急，然后他会觉得哇，持盘者有压力，他赶快想把这个压力透过传递的方式去分散。而在公开组这边，选手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他可以承受 handle 然后对方给他压迫，然后他去决定这个关键出盘的这个算是机会，对成败，就是他愿意去扛这个东西。是，有的时候小选手太快的出盘，我们都会问他说：“请问飞盘是会烫吗？”对对，就有点烫手山芋的感觉，急着要把它丢出去。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台中市又回到了一个区域防守，想要降低桃园市的进攻的速度跟节奏。好，现在人员都挤在右边啊。哦，场地其实很宽哦。4-2的一个状况，刚刚是4个人去守2个人，然后这边稍微把它转移一下，回旋下拉开一点距离。我们在防守区域的时候，会希望把选手持盘者压到边线，因为边线就是界外的位置，这样等于是有多一个人来帮你做防守啊。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往旁边再去撤了。是，反而进攻者必须要把盘回到场的中间，这样会比较安全。就是被压在边界的一个状况哈，出盘都比较挣扎一点，不过还是勉强的持续维持的盘权。
好，这边前面寻找黄衣服的人，发现只有一个藏在左边的深处，那决定再等一下好了。好，吴木外再指导一下自己的队友的跑位哦。盘旋再回到了吴木外身上，找到郭福军，距离 N 总大概5公尺左右的距离。好，持续等待耐心的出现，跟对方跑位失误的部分，桃园才会选择来做出手，非常的有耐心。我们宁可他们像退后了3-5公尺，但是持有盘旋，让盘是活的状态。好，这边找到机会。哇，一个飞扑的雷奥蒂，背号78号严博弈。哇，严博弈，不愧是有粉丝的男人啊！我们再看是慢动作非常漂亮的雷奥蒂。哇，帅啊！好，场上又有暂停的喊出哦。一样在30分钟，也就是之前大家预赛比赛的那个时间点，中场休息的时间点，在这个时候喊出了一个暂停，让大家稍微喘口气。哇，在严博弈刚才那个精彩的防守，飞扑防守，可能过后他的粉丝要再加100。没有错，我们这几天的比赛也看到一些精彩的画面，那也希望选手们可以上到我们的 YouTube 网站，或是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直播，对，再把这个影片再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做一些纪念啊。没错。哦，这个时间点，台中选择暂停也是相当的有智慧，毕竟目前落后1分，追平的话，其实让双方的竞争性可以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好，暂停时间结束，比赛持续的读秒，然后呢，看一下两边。现在即将距离中场休息的40分钟啊，还有8分钟不到的时间，双方现在要打到8分，还有一段距离。桃园差3分，台中这边还差4分。刚刚一个攻守转换之后，他们现在又回到了控盘最稳定的张维乔选手身上哦。对，张维乔包含我们在稍早台中的比赛结束之后，他又上来主播台做访问，是发现他也蛮健谈的，然后选手的心态也非常的稳定。我问他说，对于下午的冠军战有什么期待呢？他就说，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设定的东西给发挥出来。是，这样讲比较保守了，他想法应该是我就是要拿冠军。但张维乔选手也是个私底下非常幽默的。郭福军回盘给，哇，这边回盘之后送了一个大角度，哇，40岁的男人啊！哇，郭福军他直接回盘之后就往前冲了，你看这边他已经启动了，然后哇，这是一个 nice play。原本想说严博弈可能有机会做拦截哦，不愧是个超强的短跑选手。在把盘回给队友的那一瞬间，他就直接做前插，然后队友也是马上 get 到他的用意哦，选择相信出了一个长盘，即便有2名防守者在后面做追赶，那郭福军还是可以把这一分给摘下。所以，请问飞盘争夺赛可以玩到几岁？好，目前40岁的还在这样跑，也顺利的拿下分数哦，厉害厉害。好，现在桃园市应该是在部署他们的防守策略，有可能会是一个区域防守。哦，没有错哦，确实他们是一个区域防守的形态。
来看一下前方安排了4位黄衣人在做区域联防，这边做一个颠倒盘往前送，前面2个2打1，看一下怎么后面起来跟进，哇呦喂，从后方扑出，但是好，这边一定会提争议，看一下两边怎么来想。这个颠倒盘送出去之后，台中这边2名选手快速的传递。好，双方确认之后没有问题哦，这一分是由台中市拿台中下。也拿下是，因为是由后方追赶的防守球员，他的动作比较大，但是进攻方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对他们用2人配合的互相传递移动，完成了这一次第5分的进账。如果飞盘在空中飞的当中，防守方跟进攻方同时接到飞盘，盘权是在进攻方的身上。是。我们看到两边的场边都有台中市以及桃园市的青少年组在帮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加油。那是必须的，自己的教练就在场上。是。这也都是对于小选手来说宝贵的经验哦。来，台中的开盘。好，现在台中是采取人盯人的防守。哦，哇，小心小心小心！这边好，没事，他起身，没有提扣哈，就让比赛继续。对，另外就是有一个时候会是我在出盘的时候被犯规了，可是哇，我们先看这一片，没有问题哦，又是杨长俊跟魏世杰的连线，拿下了桃园市的第7分。漂亮，在前方找到队长魏世杰，沉稳。好，如果出盘的时候被犯规，但是队友接到飞盘，这样子我们就会 play on， 比赛继续进行。如果出盘的时候被对手犯规，然后飞盘落地了，那就会争论刚刚那个犯规是否成立。刚刚青少年组的冠军是台中市，看这一次桃园市的公开组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扳回一城，真的，一人拿一个这样子。一人拿一个，没错。但台中市一定是不愿意的，一定希望把台中的冠军奖杯留在台中。他们把双料冠军都留在台中。当然，我们要是否会有这样的发展呢？我们要随着比赛的进行，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解答。哦，场边背号50号拿着白板的教练陈建汉哦，也是这次桃园市代表队的教练。好，场上又换成4女3男的布阵。哎，这一个就出去了。对，我们现在看到观察员站在一个出界的点，表示我们待会从这边进行开盘。是。这个台中市背号33号的谢瑞珍，也是一个左撇子的选手，在台中是相当稳定的控盘选手。谢瑞珍找到张维乔，再回给林家峰。好，这边稍微节奏缓和，黄湘婷持盘，观察队友的位置。谢瑞珍，透过不断的这样子前后纵深的跑位，哇，这是一个蛮教科书式的进攻。是没有错，看得出来台中市的选手都相当的有耐心哦。对，一个一个出来，然后接好每一片飞盘，传好盘给队友，由背号14号的张伟乔助攻得分。对。非常简单的跑位，但是很有效，就是把基本功还有 timing 把握到极致。那即便是很基本的战术呢，它还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桃园市上半场是先防守的，
所以如果这一片拿下来进入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还有一次进攻机会。很补哦。台中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好。而且其实双方都在上半场还有暂停的次数啊，是还没用。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把它用出来。对，好，这样上半场的布阵可以更为的细腻一些，多一个选择在战术上的考量。因为我们暂停是不能带到下半场累积使用的，更不能带回家。来，大力的开盘，来自台中市的林俊伟，他的开盘。哦，这边是送出了界外了。哦，其实开盘看起来只是往前丢而已，但是平常训练还是要有的。是，因为他是，如果你让他出界的，其实让对方的部署更能够安定下来。但是如果他在场内是必须要接起来的，必须要马上进攻，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所有选手在练开盘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是要丢得远而已，他要丢得精准，还是最重要的。好，目前台中是变成一个区域联防。好，找到了郭福军。好，如果现在桃园市摆上的这3个 handler 都是相当的稳定的哦。郭福军、魏世杰以及吴慕爱，加上杨长俊上来帮忙。中间看到了罗胜燕加突击，对，3男1女的 handler 搭配啊。吴慕爱，他示意队友再后射一点，好，没有位置，先回给。我看得出来桃园第二选择，桃园的传盘稳定，但是台中的防守能量也是非常强大的。双方就是这样的攻防博弈啊，看谁先被撕裂开来。一旦出现松懈，那你可能就要付出代价。找到了一个空档位置，但是又被压到边线，可能要赶快回给控盘了。好，回到吴慕爱的手上。这边郭福军。罗胜燕在右边的边线，再回给杨长俊。打得非常有耐心哦。他们这一手已经不知道传了多少盘了，是还在持续往前给。哇，找到一个空档，找到罗胜燕。好，前方又想做一个2人消灭，右方有一个大空档没有被发现。哇，举手要拍还是没有？哇，喊出了暂停。是 ，OK， 部署到这个阶段，先喊个暂停。我们可以看到，在镜头的右后方哦，有一名女选手这边埋伏了很久。是，对，但是可能真的在场上太过紧张，没有发现哦。对，她有点失落的走回来，看一下她会怎么跟队友来沟通。教练走上去告诉她你该怎么做哦。是，教练一定也发现这个状况了。好，待会台中市原本是区域联防到了得分线前面。我预设啦，那个他们应该会选择回到人盯人的防守，做人盯人。对，因为在得分线前面，如果还使用区域联防的话，其实破口会比较大。没错，人盯人的这个任务交代会比较清楚，因为有时候在区域联防人员轮动的时候，那个要非常极佳的默契。对，但是这是没有证明的哦，到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如果想猜测的一样，好，还是说台中市有不一样的想法，会继续使用区域联防，有更好的破解对方的进攻模式。对，来我们来看一下，那包含在进攻这边的桃园市，他们又会摆出什么样的进攻策略呢？也是令人期待。是，因为毕竟已经距离得分线这么近了，对，有可能会有2、3位选手压在底线。让空间变得比较大，可能打2到3位的 ISO 策略。我看起来没有错，有4位选手已经往底线去做移动了。以郭福军选手的习性，他的 inside out 就是如果待会人盯人上去之后，他打弱侧边是他非常有优势的。可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高大选手去防守他，守一个人盯人的 backhand。对。要最大化的去影响他出盘的角度啊，这就很像足球赛事里面要踢定位球的部署了。对，第一片有可能找的是吴慕爱跟魏世杰，看一下他们怎么跑。没有错，找到吴慕爱哦。好，就吴慕爱、魏世杰跟郭福军3个打 ISO，有找到了魏世杰。
剩下的选手都沉底在最后的底线。伺机而动。哇，这个出牌有点太过危险了。对，可惜了。最后是想做给精神队长罗胜燕，但是出牌的品质不好。这个出盘来看一下，直接出界的。对。可能受到一点风势的影响，以出盘角度比较 inside out， 所以往边线的降落下去。不然台中市这一分如果顺利的有机会拿下来，然后变成7-7平手哦。对，进入中场休息。比赛时间还来持续继续哦，已经要迈向第46分钟了，双方的比分现在还是维持在7-6。哎呦，好险！还是最后第2拍把它给掌握住。哎呦，场上有个碰撞，碰撞抠吗？有。双方都知道不是故意的。对，就是在跑动发力的过程中，影响到了彼此。昨天高雄跟台北市有个女选手直接撞上去。对。我今天早上私底下问了他们一下，说。我就往前跑，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有人在前面，不小心撞上去了。是难免嘛，因为大家都是追着盘在移动。好，这边一个颠倒手，但是品质不是那么好，还好队友可以很稳定的靠着身高优势把他抓下。魏世杰现在控盘，是因为刚刚那盘应该是时间快到了，多个仓促的出手啊。黄佩瑜找到了罗胜燕。再回给控盘的吴木爱，要小心啊！这对夫妻档都在桃园市。好，旁边的选手在提醒，已经改成人盯人防守了。好，这里送出了一个高盘，没有问题，漂亮！最后还是由我们的队长魏世杰。拿下了第8分，带领桃园以他们最想看到的局面8-2，2分的领先优势，把比赛带入到中场休息。哇，这个上半场确实是精彩哦。对，上半场比赛看到出2支的队伍真的是搏斗之间，但是一有多一点失误的队伍，可能就会落后进入中场。那目前8-6。下半场会有桃园市先进攻，那看下半场怎么发展，我们之后再来看。好，观众朋友拭目以待，不要离开。下半场的冠军之争，我们马上回来。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精彩的桃园对台中公开组的决赛冠军之争，我们现在进入到下半场。刚才在上半场的最后末声哦，桃园是拿下他们想要的关键第8分，现在是带着2分的领先优势，然后来作为下半场的领先者。好，我们看到桃园是上半场先进攻，先防守哈，所以下半场第1分由他们先进攻，就带着2分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其实是相对有优势的。有机会扩大到3分哈。对，所以上半场台中市最后1分没有顺利拿下，其实蛮可惜的一些。好，这片飞盘开出了边界外，所以杨长俊举手示意来到出界发盘点。决赛的赛制打80分钟，看谁先可以拿下15分。我看到直播的在协会直播的留言板上面，有位廖立竹同学，就说盛博加油。这位同学其实在 IG 上面也蛮会唱歌的哦，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帮我们飞盘做一首歌曲。飞盘的社群哦，需要大家多多的推广。其实不断的分享我们的脸书社团或者是直播的画面，其实就可以让更多你的朋友们还不认识飞盘的，可以持续的了解一下。因为飞盘是个蛮热血的一个运动哦。好，这边转移到左路，郭福军，这是他负责的控盘位置。哦。他已经离开镜头外，是不是在前方要做埋伏呢？好，这边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说，资深的选手就知道在场上如何做休息哦，他并没有一直做一些来回的折返跑。对，有机会突袭的时候，像现在就出来了。一样是交给桃园最稳定的3名控盘者。好，这边。传到腰部的位置，继续往前，两人互丢。这里再转移到右侧，哇，这个传盘是行云流水啊！不过这边有防守上的动作，还有一个扣。刚刚双方再确认一下是否在得分线内、得分区里面接到飞盘哦。好，来看一下重播，这里2个人短距离的丢。台中是认为他们是走进去的，但是桃园是认为他是直接得分。双方确认无误，由桃园市拿下这1分。OK， 那桃园就把自己的领先扩大到9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3分的领先，作为下半场的开局，这是他们黄衫军乐见的。
得分的队长魏世杰啊，这一次跟着团队一起来到台中，也是攻防两端的努力，然后场上球员的安抚各方面尽心尽责。没错，魏世杰从原本的青少年组到了公开组，现在担任公开组的队长，真的是不断的晋升，让自己的能力跟实力持续增加。桃园市现在的防守策略回到了人盯人防守。台中市把整个进攻的区域拉得非常大哦。他在右侧。陈佩璇也是这一次台中的主控手。好，现在盘在他手上，这边往右边送。顺利的找到队友哦，对，没有问题。找到背号50号的周怡君，拿下这一分。看这一次陈佩璇跟周怡君的女力连线，完成了分数的进账。现在这个阶段也算是落后的情况，但也是要一分一分追。是，其实落后2分，时间还蛮长的哦，所以台中市还有非常有机会。但桃园市一定希望说领先的幅度会持续的增加。对，这个到目前已经接近将近60分钟的时间，双方的体能应该是慢慢的在下降。所以在选手的轮替以及暂停的掌握就非常重要。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在60分钟，两边会出一个休息，会出一个暂停，因为下半场各有2次嘛。是。在战术安排上是非常充足的。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将近4点18分了，我们可以看到台中的太阳依旧是非常的热情啊，在我们的多功能草皮运动场非常的酷热。好，这个开盘在界内的位置，现在台中市一样是使用区域联防。后场的3位控盘者，桃园这边依旧是左边是郭福军，中线是吴木爱，以及随时应变的魏世杰3人在做轮导。他们3人就像桃园这边的定海神针哦。好，现场上的部分是持盘者，他认为有一个 double team， 就是2个人守在他的3公尺之内，所以他就可以扣一个 double team， 然后确认一下位置。我找到了右侧的杨长俊，一个颠倒盘找到魏世杰。再一个 Cooper 找到黄金，再往前送，前点没有队友，只能等待后方的人员跟进，所以节奏就慢下来了。然后他左右也都有3名人在包夹，这个丢出来的品质就很差。好，那这边就失误给了台中防守转换快攻的机会，然后并且在这边喊出了timeout吗？是，在一个攻守转换之后，由张伟乔喊出了暂停，差不多也将近要60分钟的时间。对，好，那就跟剧本预想的差不多。主播真的神算啊！没有，观察了2天，差不多可以掌握到大家在战术上的想法。那观察了2天的乐透彩的号码，可以帮我想一下吗？我可能自己偷偷先去买一张。好看，透过这次的暂停，台中市是不是可以把落后的分数再拿回1分？刚看得清楚，就是一个台中市的区域联防遇到桃园市的女生持盘的时候，他们会包夹的非常紧，给非常大的压力，导致了一个传盘的一个不品质，然后拿到了这片的盘权哦。
好，暂停结束，由台中市部署进攻的位置。2天的飞盘大拜拜啊，也是来自全省各地的飞盘好手们齐聚台中，透过比赛彼此交流，然后也是彼此进步。我们看到整个台中市的布阵是比较靠整个场地的左边哦，对，也是我们的镜头的上方，把右边整个空间拉出来。范围球，哇，这个被守得很彻底，只能先做飞盘的回撤。张伟桥找到季轩宇，哎哇，呀这是一个对，可有个他马上喊扣扣。了，嗯，林俊伟跟杨长俊讨论之后，确定有一个犯规动作，所以盘权一样留在台中市手上。哇，又是一个layout，还有，好，嗯，场地的右侧来了一个 pick call。我刚刚那个飞扑的接盘，对也算是救了台中市一命哦。没错，非常惊险啊！关键时刻的这种失误非常的伤。因为比赛最后的差不多，哇，这个传盘又没有品质了。对，完全队友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啊，人员不到位。好，那这样子就是桃园市的机会，直接送一个大角度，前方2对2，结果没有人能够接到。这有一点太急了哦，因为现在领先跟时间都是站在桃园市这边。时间剩下最后差不多16分钟左右，这一分应该相对关键，因为1分差跟3分差的差距就非常的大。对，尤其两支队伍的实力相当的时候，差1分其实就会落差，是否拿下这场比赛胜利的机会？好，这边有状况了。这30分钟节奏打得比较零碎哈。这边桃园的1对1盯防，再往前送，有了吧？这一次终于啊，台中在左边路连续的传导，跑出了机会。我们来看一下，1传、2传，这个第一手被前方的跑者给掌握到了，是26号的林俊伟。林俊伟来自的是高雄师范大学，也是这次大专杯的冠军队伍。高师大的冠军成员哈。跑完之后绑一下鞋带。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这个摄影机的画面是非常明亮的，透过那个明亮程度，观众朋友就知道现场有多热。现在两支队伍也是1分差的状况，又追到了1分差。热情的台中太阳把选手们的身影晒出了长长的影子哈。凭借着对飞盘的热爱还有热情，在场上拼战。现在台中市又祭出了区域防守，
过这边黄衫军推进的很快哦。黄君宏在场地的中间，君宏回撤给穆爱，好找到李伟豪，嗯，再回给吴穆爱，一个正手的对 outside in 找到前面有了人给吗罗盛燕，哇，一个机会没有问题。哦 OK， 啊，第二拍还是给了，这次由王君宏拿下。由背号66号的罗盛燕找到背号6号的王君宏，这是666对连线呐、这一波进攻很溜啊！虽然我们刚刚在发现哦，第一时间其实在前方又是一个空档的女队员机会对，他在埋伏。对，但是可能当时呢那个角度对于罗盛燕而言，他认为没有到那么的是100%肯定可以得分的状况之下，宁可再慢个一拍找其他的机会点。对，也促成了这一次666的连线。好，这样子桃园继续维持2分的领先，距离他们拿下获胜只剩下5分，或者是只剩下不到13分钟，所以呢，台中市这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台中市接下来节奏可能需要再快一些，因为每一次的得分完之后会有大概75秒钟的时间换场，时间压力现在在台中市手上。但是2分的差距以及还有将近12分钟的比赛时间，其实是蛮充足的。哎呦，又是开盘出界哦，又是开盘出界了。哇，场边的太阳真的是很大哦。看到许多选手的脸上都晒得红彤彤的真。的，觉得从事飞盘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好，现在桃园市希望把节奏缓慢一些，因为时间站在他们身上，所以现在祭出了区域联防。我这边一个颠倒盘往前追，好，1对1的情况下还是被桃园给破坏掉。对，因为后面是个女生，但是桃园的后防是个男生哦。对，所以在高度上占优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啊。先起跳，用左手把它给扯掉。哦，往前送，看起来哎哇，哇，第一拍没有接到。哦，哇，原本还好没有被后面的77号的苏云对啊捡漏哈。不然又是一个捡漏。对，让之台中市的77号王琦助攻给桃园市77号苏云，啊这样就7777了。一排7刷起来了。哦，台中市在破桃园的区域防守需要更有耐心哦，因为刚刚第一片的颠倒盘，他传给女生，但是被桃园市的男生给破坏掉，在不断的在左路。后场4人的倒传，这个位置就被推的太多了。是这个顺利在得分线里面接到飞盘哦。嗯哼，老将的价值，来看一下刚才14号这边的埋伏，可以找要盘到一个机会点，就对顺利的拿下这一片分数果。然是有经验的选手啊，张维巧。目前10比9，桃园领先1分。
比赛也迈入到7字头了，所以距离80分钟的中场时间还有大概9分钟左右。双方依旧有暂停的机会在手，看是不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拿来用呢？下半场台中市已经喊过1次暂停，那还有1次可以使用。那另外一边桃园这边目前是还没有对喊出暂停过，所以其实他如果全部喊满的话，我们还有3个暂停。我这边对有状况，哦，2个选手互相感觉是踩绊到啊，对他们彼此绊到了，在脚踝那边。啊，双方都要保重啊，因为为了10月底的全民运动会，对，也希望不要受伤。没错。好，短暂沟通没有问题。这边拍盘之后就比赛继续。哇，压迫的让 handle 了，哇，这边也是在护盘的时候动作有点大哦，稍微有可能碰到防守者的脸部。我们现在苏廷义对位尤胜博，找到范怡如，再回给王君宏，有个 pick up， 越来越多的肢体上的接触，看起来这场比赛要打到15分，可能有点难度。对，应该是会让时间走完，看谁的分数领先。这场比赛是领先2分以上，时间终了就以领先方为获胜。那如果只落后差距1分的话，会以进攻啊，这边被破坏掉，这边被破坏掉。哇，这样子，台中是要把握这次的进攻机会。这是个考验的时刻了。10比9，比赛即将迈入第74分钟，而且双方只有1分差。哇，这个接盘好，在后方的人员跟进之后，他才决定开启。哦，这边又有扣了。对，在出盘的时候，在位持盘者这边有个 foul call。好，现在示意要把盘倒回给王君宏。好，有王，这边喊了 time out。好，在将近75分钟这个时候喊 time out。以心理的角度来讲，带队也带了很久的威力教练会怎么看这个 time out 的时机点？其实这个time out在目前时间快终了之前，而且比数只领先1分，以桃园市的角度，这个time out喊得蛮正确的。因为可以重新部署一下这次的进攻机会。如果有顺利拿下分数，而且是领先2分以上，让时间完成80分钟大表结束，那他们就会取得这次的冠军。反观可能台中市在防守的速度上面，可能要给更多的一些压迫性，让桃园市是否可以在进攻的时候造成一些失误，赶快把分数追平。哦，所以双方在这次的暂停部署，可能需要更有一些思考的面向，让这次暂停变得更有效率。我们看这次2支队伍的暂停的位置都分得比较开一些哦。对，尤其是比起上半场的节奏，下半场是慢了下来哈。看下半场现在进行到已经距离中场前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分数其实并没有从刚刚上半场的拉开太多。
好，这个关键的暂停喊完之后呢，飞盘现在是在桃园这边。目前桃园站的一个位置呢，比较一个斜的，往我们场地的左前方对站一个斜的空间，连成一条线。他们会想要把右边的空间打大，看起来应该是希望把右边的空间找出来，找到苏廷义。苏廷义现在正在找队友，又回到了，有一点危险哦。哇，这边被抢断。哇，队友没有示意好。对，跑的桃园是马上再喊一个 time out。第二次暂停用完了。确实哦，这两个 play 有可以检讨的部分。抢断之后的台中市队友想要往前做进攻，但是控盘者有没有想把盘回到他身上去？造成第二次的失误。对，蛮可惜的，对台中市而言，应该是有个大好机会，但是自己没有掌握好。这一次的暂停机会，如果桃园市拿下，时间也1分1秒的到达80分钟的话，那可能就由桃园市可以顺利拿下这次的冠军。但台中市要尽快的把盘权拿回来。这场冠军战啊，真的是斗智斗勇，不止场上的表现，包含喊 timing 的时间，还有对于这个规则秒数的把控，每一个细节都是尽量去把一支队伍的获胜几率最大化。那我们就看这一次的 time out， 场边喊出了，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钟。好，那就要注意时间。然后现在的盘权是在黄衫军这一边。好，人员下去站位哈。紧张的时刻。人员是全部都压缩在靠左的位置，右侧像大海一样空啊。他们有可能会一个 inside out 的部分，来往场地的，哇，这个，好，还好有接到，不然就太伤了。好，应该会要求稳一个。其实桃园市现在不用急，他只要稳稳的拿下这一分，其实对他们是相对比较有优势、比较有利的。哇，有个犯规的对这边产生，对，出盘的角度被影响了，双方应该很快达成共识吧？看一下，来，这里了，对，阻碍到他的延伸。我们在看重播的时候，一个出盘的失误被拦截到了。现在大表也即将迈入了80分钟，这一分对台中是相当关键，真的非常的关键。或许胜败就是取决于这最后的几秒钟了。来看一下台中这边怎么来操作。哇，这个防守是有喊了一个犯规哦，这一定要喊，这一定要喊。好，我们旁边的汽笛已经响了哈，代表时间终了，但是会把这一分打完。如果台中是，哇，看起来出盘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接触到哦。台中市如果拿下这一分的话，会以抢第11分得分者为获胜的方，但如果桃园市拿下的话，就会11比9结束这场比赛哦。所以这一分对台中市来讲一定相当的关键。来看一下台中能否沉住气，保住关键的一球哦！这个超节，大家都拼了。对，大家真的都拼了。看到每个都是用飞扑的方式在做防守。好，
被压缩在右边，盘权还在台中的手上。又回到队长尤胜博，右边的边线其实有点挤啊，但胜博找到了队友。哇，这是一个救命分啊！这是个救命分。好，这边没有问题哦。背号78号的严博义拿下了关键的第10分。哇，严博义又有你的镜头了，在关键时刻扮演 key man。是，现在双方应该会派出最强的阵容，面对这场比赛，应该是这整2天的比赛的最后一分。我们的收官之分啊！2天的转播，3场比赛，众多队伍的轮调，最后压轴的好戏就在这1分。10比10。好，最后1分是打3男4女的人数。由台中市的谢瑞珍发盘。哇，这个发盘像飞碟一样这样垂直落下来。好，是守一个区域防守。来，沉住气啊！这个时候。桃园的控盘还是相当的稳定哦，还是由这控牌3人组在后面。到了右线找到杨长俊，哇，一个颠倒盘。这时候每一片的传接都要非常稳定。黄山军往前推进了，队长魏世杰盘在他手上，往右送。有一个对，场上有人员倒地，有一个 injury， 应该是一个抽筋的状态。哇，比赛到84分钟，紧张、压力，加上火热的太阳，真的是选手们已经濒临极限了。看起来是要换一个选手了，是要换人了。哇！也是要给我们的26号台中的选手一个鼓励哦，拼到林俊伟，拼到这个时刻。哎，什么情况呢？应该是一个短抛传，在得分线前面顺利的跳进去里面。来看一下画面，我们来透过刚才回放，在这边拍地之后，直接一个2人小组的配合。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恭喜桃园在这一场公开组的比赛，最后是以11比10惊险的1分差击败了台中。这场比赛确实相当精彩哦。一路上都有桃园不断的领先，到了最后的时间终了，台中追平了比数，抢第11分，让这场比赛最后以11比10，桃园市获胜，拿下本次比赛的冠军。对，不过我相信这2个城市其实在这一次的杯赛都是赢家啦，因为他们在青少年组、在公开组各拿了一个冠军。对，所以对于2边都是有很好的经验，然后也有很好的冠军荣誉可以带回去。好的，那在比赛中场哨音的响起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到我们主播台，然后来跟威力教练请教一下啦。这2天的转播，教练在我们的
这个飞盘场看到了这么多戏剧性的表现，是对意想不到的惊喜之外的，你怎么评价这2天选手们的状况？其实看到第一天的比赛，大家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好的施展身手，嗯到第2天的复赛以及4强8跟冠军战，看到许多选手慢慢的融入到比赛当中，也有蛮多的一些精彩的镜头，尤其看刚刚的冠军战有很多的飞扑的镜头，对真的相当精彩。也期许他们每一支队伍在今年10月底的全民运动会都有更好的表现。是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飞盘锦标赛也是为了全民运10月的这个准备哦，以赛代训。那相信透过这次的转播呢，也会给不管是飞盘好手们，还是对于飞盘运动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更多接触这项运动的机会。是没有错，嗯也希望在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兴趣对于飞盘的了解，或是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都可以上我们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社团参与我们的飞盘交流。也希望这些飞盘的活动可以带给你们更多的热情。好，今天哦也要再次感谢我们飞盘资历将近20年的吴承宪，我们的谢谢威力教练哦，这2天真的辛苦了。然后包含在场上的讲评啦，还有场上跟选手的交流啦、张罗啦，甚至是指导，然后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讲评内容。那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个促成这场比赛可以顺利举办的各个单位，还有指导的单位，以及我们辛苦的幕前幕后工作人员。再次谢谢威力教练，谢谢还有我董静乔，感谢您2天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再见。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F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F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F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Flying, get on board.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 F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 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F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Flying. Get on board. 第三名新竹县，新竹市，抱歉。我帮忙拍一下这。来，恭喜，OK。第二名桃园市，队长站前面，其他站后面。同学，就跟我站平行就学规矩。现在是好，要这样，那你蹲在我前面就好了。这边是正面，你就在我前面就好。停掉。第一名台中市，抓了2个英文字。相对位置，你看，你写，你就在我这边前面就好，看不出来。人的肉也没有，我也还习惯。班人不要厉害。你跟我前面，这边，你来我这边，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后退一点。
后退，你要后退。队长，来我这里，你跟我这边。对，这里，正前面，蹲着。好，你不要站起来就好了。好，看好，1、2、3，再一次，1、2、3，等一下还有一个，1、2、3，看这里啊，1、2、3，OK。那我们现在要颁发的是公开组，第10名苗栗县，第9名台中县，台东县，第8名云林县，第7名屏东县，第6名新竹市，第5名新北市，第4名台北县。是。请大会裁判长颁奖。第3名台南市。第2名台中市。1、2、3。第1名桃园市。队长来哦。找好自己找位置哦。好，恭喜所有得奖单位，好，各位选手也辛苦了。那个还是麻烦一下，不管周边的垃圾是不是你们的，麻烦帮我务必清到前面的垃圾场，保特瓶帮我压扁，里面有水帮我倒掉，哦，不然我们在那边清垃圾清1个小时都清不完，好不好？麻烦一下，如果我们